正此时，李长寿忽听砰砰几声巨响，就见海神庙大殿前的地面剧烈震颤，大地裂开了数十条缝隙，连带周遭民居院墙齐齐倒塌。地崩石碎之间，拳影腿影爆闪，那几道魁梧的八臂修罗被打的是冲天而起。幽冥生牛霸，地马流星腿，被打飞的这几名八臂修罗浑身各处都透着强悍的力道，但是这些力道都朝着空中爆发，显然是牛头马面领悟了李长寿不伤及凡人的指导精神，将力道控制在了垂直方向。紧接着两道残影自地面轻轻闪烁，瞬间出现在了100丈的空中，又将这4道身形给拦下。牛头铁拳，马面飞腿，两位巫族高手看似只是轻描淡写的挥拳踢腿，却是打出了漫天的拳影腿影，连带着还有一声声满是节奏感的这样的呼喊声。4只八臂修罗其实也并非是毫无还手之力，起初这4名八臂修罗各自爆发出一股股强悍的气息，想要奋力挣扎，但是他们出招的速度力道与牛头马面的差距十分的明显。可是巫族战法岂是浪得虚名，一步被压制，再无翻身机。转眼之间，两位巫族高手不知道出了多少招，乾坤不断的动荡，高空云雾崩散，4名八臂修罗的身躯被一点点的拆碎。牛头的嗓音从空中传来：海神大人，您是要活的还是要死的？两位，除恶务尽。是什么意思啊？灭了他们。好嘞。牛头大笑着答应一声，与马面一左一右在空中现身，随之牛头顿足，马面翻身，二巫前冲猛对，身形4慢10快，拳脚力大势沉。少顷，空中炸开了漫天的血雨，4名八臂修罗迅速被这2位巫族高手撕成碎块，场面略显凶残。立刻有一只纸人开始忙碌起来，将这些血块以及那些修罗众的残尸迅速聚容。牛头马面还不闲着，身形冲向上方，如虎入羊群，迅速地清理着空中那些被仙斗兵包围的修罗众，顺便砸碎了那16口漩涡。李长寿仰头看着这2道身影，肉身修行哪家强，地府幽冥找巫将。片刻之后，牛头马面各自跳了回来，衣不沾血，拳脚无恙，对着李长寿嘿嘿直笑。李长寿笑道：二位还请殿内小坐，我先处理了这些尸身，安顿好后事，再好生招待二位。牛头忙道：您忙您忙。随后牛头马面就老老实实的朝着前殿而去。然而他们刚走2步，就听吱呀2声，海神大庙前殿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醉汉一样，坚持了几个瞬息又轰然倒塌。一股灰尘扑面而来，让牛头和马面当场就石化了。牛，怎么办？这大殿的地基好像是咱们刚才不小心碰坏的。嘘，小点声，这怎么砍人？你赔得起啊？李长寿忙道：哈哈，这大殿年久失修，本来就要翻盖了，不打紧不打紧，二位还请在此稍等。还好后堂安然无恙，应该是被太极图护住了。李长寿立刻开始收拾残局，一边动用8道化身，引动着漫天的仙斗兵朝着南海而去，驰援众龙族护法，一边让4只指道人站在那堆成小山的尸身前，抬手喷出一股股3昧真言，同时呢，开始了标准化尸身的处理流程。待3昧真言燃起，10数颗摄魂珠滴溜溜的旋转，指道人拿出梆子、招魂铃、木鱼，敲敲打打口诵经文。因为与西方教关系日渐紧张，往生咒已经被李长寿换作了玉清安魂咒，反正都是为了处理残魂嘛。这个场面对于李长寿而言自然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一旁的牛头跟马面看的是津津有味。牛头抱着胳膊嘀咕道：牛儿这海神大人这弄得
挺有仪式感的。不是。马面拿着自己的小梳子，梳理着自己柔顺的马鬃。修罗们又开始不老实了，看来是又恢复元气了。回头还是要提醒下族内。放心吧，大巫祭啥不知道，咱俩回头喊上哥儿几个，去血海里边逛荡几圈就行了。也对。李长寿在旁走来，笑道：血海与地府依然还是有战事吗？差不多每隔万年就干一回家。牛头搓着大手，嘿嘿笑着，跟李长寿说起了地府战事。不多时，那边的真言已经渐渐熄灭了。李长寿将大半的心神放在了早已经等在一旁的指道人身上，抬手轻轻一推，哎呀，这手感，这空气微微的阻力，这袖袍晃动摩擦手臂时的柔软，这灰烬飘飞而起时心底的踏实安稳之感。说的大巫。南海某个角落，海底一处火山边缘，坐在山脚阴影中的金蝉子闭目皱眉，清秀的面容上略带疑惑。这个海神怎么跟巫族还有关系啊？作为鸿蒙凶兽，当年被巫族捕猎的物种，金蝉子对巫族有着一份难以言喻的厌恶，也有几分忌惮。他清楚地记得，在龙族被天道镇压于四海，凤族死伤殆尽，上古百族刚要兴起的那一段岁月，巫族是何等的强悍，何等的凶残，何等的能吃。众多在上古时栖息在洪荒大地上的凶兽，被巫族逼得逃出了洪荒，遁入了混沌海中。如今呢，北周巫族应该已经半废了，也就在地府阴司还有巫族高手残留。莫非地府也有意导向天庭？金蝉子仔细地思索着。这个海神对天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若是能将海神的本体找出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掉，天庭就没了多少威胁。接下来我能立功的地方也就更多一些。只不过这个海神藏得太深，又有太清圣人庇护，这个想法也只能是想法，难以付诸行动。金蝉子透过无边的海水，看了一眼南海上空浩浩荡荡而来的仙斗兵，冷哼一声，站起身来，随手对着面前的海水一划，身形迅速消失在火山的边缘。这次试探所得甚少，所见的都是花里胡哨，我倒不信了，海神你能躲得了一时，还能躲得了一世？南海突然出现的这一场大战，来得快，去得也快。待龙族大批高手来援，仙斗兵左右包抄，在南海埋伏阻击真龙护法的修罗族也是被迅速全歼。龙族自然是无比震怒，但是四海与血海相隔甚远，龙族此时也无法对幽冥界发兵，只能够不断地对李长寿赔礼，说他们护卫来迟云云。李长寿反过来宽慰领队前来的龙族长老，只是展示了一下海神大庙的惨状。龙族长老当场就拍板，重修海神大庙，规模增加10倍，再布置各类的防护阵法，龙族大批工匠明日就赶过来相助。虽说如此，李长寿还是有些吃亏，也不想想3万仙豆毒丹毒粉的损耗换来的只是区区的4颗血煞宝珠啊！这是8臂修罗的血煞精华，3昧真言都无法烧得动的。如果不是李长寿由丹道推演出这4颗宝珠可以炼制出对付金仙境的毒丹法器，那他可当真是亏大了。与牛头马面相谈一阵，李长寿也排除了此事是地府在算计的可能，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事儿啊，又是西方在背后搞鬼。他们应该是想敲虎镇山，给自己来点硬的，毁自己大庙，灭自己化身。但是没有想到，半路杀出了2位憨壮士，将这群修罗轻松地击溃了。跟在师祖师父身周的指道人继续假装闭关，渡仙门收徒一行此时已经到了俗世中，正在观察师伯转世身的品性资质。
那边也不用自己多忙什么，只需要保持警惕就可以了。海神庙的后堂中，李长寿拉着牛头马面闲谈说笑，并投其所好，命赶回来的神使找来城中最好的10位厨子，烹饪一顿肉食大餐。面对李长寿赠给的灵食宝材丹药，牛头马面顾辞不受，连说：这是应该的。海神大人您太客气了，我们拿这玩意儿也没啥用啊，神力都是天生的。但是当一份份烧烤煎炸出来的美味被端出来的时候，他们头套都湿了。半天后，10位凡人大厨累倒在了灶台前，2位巫族高手拍着自己浑圆的肚皮，发出了满足的叹息。牛头嘿嘿笑了2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那个海神大人，您忙着，如果没其他的事儿，我们这就回去了。啊，2位不如就在这里痛快地吃上数个月，人间美味多不胜数啊。牛头嘀咕道：这个味道虽然好，但是口感还是不如。一旁马面抬脚踢了牛头一下，后者连忙嘿嘿直笑。他们2个本来就是顺着井口钻过来的，没跟地府那边打招呼，确实也不能久留。李长寿的心底对2位巫族高手颇为感激。牛头马面临走时，他就命神使买了大堆简单烧烤就能食用的肉类食材，塞满了几只储物法宝。巫族虽然元神微弱，但是普通的储物法宝还是能够打开的。牛头马面接过了这一份沉甸甸的礼物，顿时热泪盈眶，当场就把这个海神当成了交了心的兄弟，过命的交情。海神大人，有事儿您就在城隍那边招呼啊，随叫随到。我们会看好血海那边，绝不让他们再出来骚扰海神大人。李长寿除了多谢，也不知道该多说些什么。此前答应过牛头马面去北距泸州看看巫族部落之事，也要尽早的提上日程了。他有时候是稳了一点点，但是良心还是有些的。送走牛头马面，李长寿继续忙碌海神庙重建事宜，并且在心底开始计划该如何反过来敲打西方教边缘的势力。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善被人欺，妖善被仙欺，自己如果表现得太软弱，反倒不符合如今的局面。他们海神教郑重承诺，一般情况下不动用赵大爷这种杀伤力太大的法宝。李长寿如果没有记错，西方教还有一批深海大妖作为手下，天庭也该提振声威了。然而李长寿没有想到的是，刚送走的2位巫族高手拐了个弯就朝着东胜神州飞去了。牛，咱们怎么才能找到那位海神的朋友李长寿？刚才为什么不问海神这件事呢？辉儿，二妈，你好意思跟海神说我搞坏你神庙，吃了你的，拿了你的，还去坑你朋友啊？可是我们只是去找一些调料。你觉得那么美味的调料成本可能会低吗？先想想咱们有啥东西能换那些宝贝吧。长期投胎快捷通道。我说这倒不错啊。奏，四海神长庚，玉帝陛下见紧。小神奉陛下命，观海市，巡四海，今日有所得。而今龙族出归心，对天庭心生向往者与日俱增。然龙族内忧未解，外患尚存，后事宜缓不宜急，当稳中求利。小神如今有一策可用，以天庭练兵为由，邀龙族出兵，同镇四海妖魔。此事立天庭有三。天庭海神府邸书房中，正斟酌奏本的李长寿突然就停笔了，感知到了小琼峰外围大阵被人闯入，心神立刻回归小琼峰停留的指导人身上。那是一名巡山弟子，驾着白鹤而来，在空中停住身形，朝着小琼峰各处观望，手中还拿着山门令牌。
李长寿的仙识扫过仙门处，先是眨了眨眼，又下意识地歪了一下头，额头缓缓地冒出了一个小蘑菇般的问号。道理我都懂，不是，这次道理我也有些不懂了。这牛头跟马面怎么跑渡仙门来了？别以为摘下头套咱就不认识了，那圆滚滚的肚皮还没有下去呢，脖子上有明显的色差，巫族特有的战韵，旁人也极难模仿。牛头马面，莫非是发现了什么？那踩着白鹤的弟子喊道：长寿师兄在山中吗？有好友来寻你。果然是来找我的。但是此刻渡仙门元仙境弟子李长寿应该是正坐在南赡部洲回返东胜神州的那一片白云上，忘情上人负责驾云，师祖江灵儿拉着晚江与师伯转世身少女在那儿听灵娥抚琴奏乐，有情玄雅喝酒在旁作陪。师父齐元背对着他们，靠着李长寿一同打坐修行。李长寿心底思量，自己倒不能够露出破绽。踩着白鹤的巡山弟子在湖边转了一圈，发现几处草屋都被阵法护着，外面还挂着外出的木牌。还好山中灵兽的悲鸣声让这巡山弟子及时发现了正在灵兽圈中和灵兽们角力嬉戏的铁塔少女。这弟子哆嗦了一下，喉结轻颤，驾着白鹤小心翼翼地飞了过去。灵兽圈中，熊灵力将一头2丈高的黑熊给放倒了。看着黑熊那肉乎乎的熊掌，顿时眼泪就往肚子里流啊！哇，可以宰了，等表兄他们回来就能一起蒸熊掌吃了。这头熊长得这么结实又可爱，只是清蒸有些太浪费了，还可以那个请问，巡山弟子温声细语，彬彬有礼地问着：前辈，长寿师兄在身上吗？啊？咋就前辈了呀？我才多大呀？